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做的是一个你看非常漂亮的立体蝴蝶结包。其实蝴蝶结的包包啊，或是蝴蝶结的任何东西，我都做蛮多的，因为我自己本身蛮喜欢蝴蝶结的。虽然我没有很熟女啊，但是我觉得蝴蝶结就是有一种那种，既有一点少女心呢，因为设计的不同呢，又不会太过幼稚啊。如果你设计的好的话，比如像这一款，那它是一个这个双色哈，两边是不一样颜色的这个布料，然后利用折线呢跟那个缝线的这个车法呢，然后变成一个立体的蝴蝶结。基本上这块米色这个蝴蝶结布料，它是一整块布料，就长长的，然后我们去把它折，我去把它折成像这样一个蝴蝶结的这个造型。然后呢，底部呢，因为我不想要那个旁边开开的，所以呢，它的下面呢就收到折子里面去，所以整体的感觉非常的完整。好，然后上面这个蝴蝶结的这个束带啊，是卡在这个带口的，所以这个蝴蝶结本身是这个中央线就不会乱跑。然后呢，两边我只是稍微固定一下，让它这个蝴蝶结更立体，不会呆板。但如果你喜欢挺度比较挺的呢，你也可以在这个蝴蝶结的这个布料上呢，用一层那个薄布衬。那我自己不喜欢那种，你知道我一直以来不喜欢那种硬邦邦的东西，所以呢，我这一块是没有贴这个布衬的。好，我就是想要这样子，有点这样，那种柔软的，有点像缎带的感觉。好，然后非常好看，非常立体。那前面设计的这么华丽呢，背面也是不能输它。好，噔噔，好，背面看到呢是一个这个比较没有像刚刚那个那么立体，它没有那个蝴蝶结的这两个那个下摆的这个样式。那你看了是不是觉得说，哦，它就是个蝴蝶结，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口袋，你看有没有？它是一个口袋，好。就是说，我们如果要装东西的话，它还是可以，还蛮有用途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双蝴蝶结的那个立体双蝴蝶结的这个一个袋子，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美，而且它容量啊其实也不小。比如说我们的长夹放进去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好，然后呢，我们的那个后袋呢也可以放手机进去。好，然后呢前面呢，如果你有这个小包包啊，当然都可以放。那当然还有那个随身，现在环保嘛，所以你看这个瓶子，因为颜色跟它太接近了，所以就拿来用，拿来示范给大家看。所以你可以看它的容量。那上面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内袋，你就可以放另外的小东西。那上面呢，如果你自己要加缎带，自己要加拉链啊，或是加一个扣，加一个磁扣都可以。那为什么不加呢？因为这个袋子本身哦，我这一开要教的东西已经有点多了。如果再去加拉链加什么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们其他袋子做过很多次，都是有扣环啊，有拉链啊，有什么，还是你里面要把它做成束口袋的感觉，那个之前都做过太多了，所以我们这一咖袋子我就是这个重点。如果你想要自己加拉链 ，OK， 你自己去找这个有拉链的那个教法的，好，比如说上面我们做那个拉链布，然后弄个拉链这样就可以了，或是你只想要用一个磁扣把它扣起来也可以。好，总而言之呢，它这个袋型呢，我是觉得相当的好看。那就是我的这个厚度呢，表布跟里部这个厚度都有贴厚布衬，所以呢，你看它装了东西之后，它也不会落袋。哦，装越多反而越漂亮，因为它的这个袋型就越饱满。好，如果你装比较少哈，就会比较扁一点，就不会把它撑那么开。但是呢，因为版型的关系，就算现在里面是空空的，它的版型一样不会塌，对不对？好，它的样式一样不会塌，只是说没有办法蓬得很蓬这样而已。好，所以像这个也是一样，我觉得这个配色我也很喜欢，这种灰蓝色的色调，然后就感觉很高级呀，很有高级感。然后蝴蝶结呢一样哈，就是这样子。立体感超好，然后从里面看呢，还可以看到同颜色的，是不是感觉很棒？然后里面是一个有圆角的这个小礼袋，就是配合外面的这个弧度。好，那我还有配了一个紫色系，那就是
这算是基本色啦，什么粉色啦、水蓝色啦、紫色系啦，就是我们袋子的基本色，一样用深浅颜色去配啊，不是一样啦，刚刚那2个都是跳色，我的一样啊喏，就是这个呢，我就没有用跳色，因为就做太多跳色也蛮无聊的。那刚好这个有一个深浅色哈，然后有一点色差，质感也是挺好。那这一组也是仿鸡皮布，你知道天气晚上开始变得有点凉凉的，我就很想用仿鸡皮布料去做，因为它鸡皮的布料它质感就相当好，你看就没有怎样，它的那个效果就很好，所以我就还蛮喜欢用鸡皮布去做。那也一样，后面有一个口袋，那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绿色系。那绿色系呢，通常很多人他不太接受度不是很高，但其实绿色系非常非常的耐看，就是说绿色系它其实非常好搭衣服，因为它算像这种灰绿色的啊，它算是比五彩色再多一点点的色调，所以呢，有时候你搭配衣服反而是相当的百搭。那这一块呢，就是像这样子，好，那后面一样是有一个口袋。是不是很赞？我就真的觉得，我做这个版型出来之后，我超开心的，所以我就很高兴的在家一直做这一卡袋子。然后最后介绍的是这个色系是黑色系加这个暗红色，那这个暗红色带一点点的灰，也是带了一点点的灰，不是很标准的那种暗红，所以呢，感觉上呢更高级感一点哈，我就觉得这个效果非常的好，哦。其实我也蛮想配紫色系的，就是很想配紫色搭配。但如果你们买了版型之后，你们自己想要再做的话，你们也可以自己做，然后可以选自己喜欢的颜色去搭配，好，然后去做你喜欢的感觉，或是你底部也可以选跳色也可以。所以因为这咖真的很喜欢，所以我就多讲了一些。那我们等一下就要来示范车这一个哦。那我们示范的颜色呢是咖啡色系的，就是有点像这个可可拿铁的这种颜色，好，所以呢，我们这边有没有再看一下漂亮的粉红色？好，我们就要来做这一卡袋子喽。好，按照惯例呢，我们就是要来介绍这个袋子的每一个部分。那这就是提袋的部分，我先车一条，然后另外一条等一下车给大家看。然后呢，因为袋子的这个形状前后设计不一样，所以它的前后的袋身呢也长得不一样。那这个是前袋身，好，那前袋身就会有里部，那里部呢倒是都长得一样，跟这个长得一样。好，然后这个呢是背面的那个蝴蝶结，这是蝴蝶结中间的那个细的那个带子，那个蝴蝶结中间的那个带子。然后呢，这个就是那个很长的那个立体，我刚刚说用折出来的这个蝴蝶结，它的版型是长这样子，还蛮奇妙的。然后呢，这个是里带，好，刚刚说里带呢是圆圆的，所以这个里带也是有圆角的。然后呢，这个是厚度，好，这个侧边的部分，我刚刚说呢，我们侧边我有贴厚布衬，好，所以我表布跟里部我都贴了厚布衬，这样你的袋子会挺度会比较漂亮一点。接下来是这个是后面，其实它两边都可以当正面，两边也都可以当反面，好，那比较立体的那边我们就把它说是正面好了。那后面呢，当然就是有一个后面的袋子，然后有两侧的这个剪接线，跟后面这个口袋，好，后面有一个口袋，这样长这样子。好，那我们就要来开始车了。那首先呢，我要跟你们说，因为鸡皮布料呢跟棉布不太一样，我会建议大家边做边烫，会你的那个完成度呢，那种感觉会比较好。好，我们首先就是这个手提袋的部分先车哈，因为只要折起来车就好了。就是说你边车边烫呢，它就比较好烫一点，才不会说你整咖都完成了，因为它不像棉布的那个定型那么容易烫哈。所以如果你边车边烫的话，比较会减少说，因为用鸡皮有时候它烫的时候容易把这个绒毛压扁了，好，或是造成那种感觉好像布料会有点反光的哈，所以最好就是你做到哪里烫到哪里，这样呢你的那个成品会比较漂亮一点。那我们的提袋的部分就是细口链凳，就是四边哈都给它压线备用，然后两条提袋呢给它剪一样长。
我跟你讲，有时候好奇怪呢，明明我量都一样长，啊，车完之后它就变成不一样长，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好，就先把它剪成一样长，才等一下备用哈，你拿了就可以车，不会说一边长一边短，看起来怪怪的。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车这些里里扣扣的配件。好，首先要车的这个是后面的那个蝴蝶结，好，它长一个梯形，好，因为我们那个剪接线的关系，它长一个梯形，所以我们就是从下面这里把它车起来，然后翻到正面。翻到正面，当然它也是一个梯形啊！你不要说车梯形，它车起来正面变四方形，那是较不可能。然后这个系带部分呢，也是一样哈，把它对折过来，然后车起来。这一条也是一样，它有两个哈，有前面跟后面都要，好，一个大一个小，一个较大，一个较小。然后呢，这个也都要翻到正面来。好，那现在翻到正面，它这样细细的不是很好翻，对不对？那我就要教大家怎么翻这个东西。虽然就翻正面，其实也不关我什么事啊，你就慢慢去翻。但是还是教大家怎么翻会比较好翻。首先呢，像这样长长的有没有？如果你没有这边先打一个底，或是用钩子钩，有时候会不太好翻。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从这个下来大概2-3公分的地方哈，把它拉宽。然后往内戳一点点，像这样有没有看到？好，然后再拿我们的万能小竹块从这里，然后就慢慢的抵住那个窝那个洞，有没有？刚刚折进去的那个折子的地方，它就很容易的可以翻过来了，有没有？那如果你觉得说这样还不好翻，你可以一边先把它车死，然后就可以很容易吐过来，要不然有时候你在翻就是一直穿过去，就很讨厌。好，然后接下来这一片也是一样，再看一次哦。不然我想要先翻起来，或者想一想要教你们怎么翻这个长长的东西。好，先从2-3公分这里，然后把它拉宽来，往下折一点。那当然这个是要有一点点宽度的，你至少1-2公分以上，你才能这样做。那它这里是会有一个那个折子的感觉，好像有一个凹凹的那个凹陷的地方，然后你筷子抵住之后，然后就这样慢慢的往下，那它就可以翻过来了，是不是真简单呢？比吃来还简单，哦。什么假来啊，这卖嘛不好买呢。好，那这个呢，等一下我们都会拿去熨烫哦，把它烫得扁扁的。那你们注意哦，鸡皮在烫的时候，我们最好是垫一块布再去烫。好，所以你在烫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这样子，先抓好之后，先抓好左手先不要动，布盖上去之后熨斗，不要烫自己的手，先压一点点，手放开，再一直慢慢烫过来。好，这样子你的那个布的那个小细绒比较不会被你压伤，会变成反光。那这个也是一样，我们把它边边把它靠边边之后，然后呢，首先左手不要动，盖一块布上来之后，然后熨斗放上来，先压住这里，然后手就慢慢推开，这样会吗？好，就是慢慢烫。然后呢，接下来我要车的是这个东西，就是刚刚我说很立体的蝴蝶结的这个地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车。这个东西呢，它的车要车两道线，一就是从左边，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弧度？那就要从这个弧度这边这样车过来，车到另外这边弧度。另外这里呢，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牙口？它会有一个缝指点，你就要从这个缝指点这样车到另外一边的缝指点，然后所以车给你们看哦。好，来吧，不会很难啦，就是把它车好就好了。这个还蛮好车的，因为那个鸡皮它的那个正面对正面，它会有一点吸住的感觉，有一点摩擦力，所以它布不太会乱跑。
那之前也有人问我鸡皮的正反面怎么分哈，你只要看说它的正面会有一个绒毛的感觉，会有一个顺逆毛的感觉，那个地方就是正面啊，背面它是看起来比较光滑，都没有绒毛的感觉，看起来像一般布料。嘿，好，车到这边呢，再给它车一个弧度稍微上来，然后回针就可以了。然后下面这里也是一样，从这个缝指点开始车。那一般呢，很多人都从缝指点就是这样，从这里就开始回针就开始车。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在做的时候，等一下你要跟另外一块布做结合的时候，就很容易看到这个牙口的地方，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从这里开始车，这样车过来。好，就是从缝指，这个缝指点打太高了，从这个这样子慢慢车过来。它缝指点本来在这里，那我们延续过去一些，然后从这里这样车过来。等一下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如果你从缝指点开始车的话，等一下我这里要剪牙口，等到它跟带身结合的时候，你要车得很完美，不然就会很容易看到虚线。好，那个虚边的线就没那么漂亮，所以会建议大家从边边，然后慢慢车弧度上来，安尼较水啊，良心的建议啊。那车的时候，你可以稍微表布往上推一点点，那它等一下翻到正面的时候呢，就比较不会看到下面那一层布。那这几它都是浅色的去当正面的蝴蝶结。那如果你不想要，你想要正面全部都是那种同一色的也可以。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紫色这个好了，你想要这边也是深色的也可以，就是没有那种配色感没那么强的也是可以就是让它有那个形状就好。拢会塞来顾在里啊，这个手做的东西就是真正的是随你便你欢喜就好。好，车到这里看到另外一个缝指点了，对不对？那我们刚刚说怎样？缝指点本来到这里我应该要回针，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再过来，然后往这边车过来，让它车一个弧度。等一下呢，跟带身结合的时候会比较漂亮。好，我们这样车完之后就开始剪牙口。记不记得我们说什么？有弧度的地方要翻到正面，就是要剪牙口。好，所以有弧度的剪，没弧度的地方不用剪，没关系。中间有一段是比较直的。那越弯的地方呢，你要剪得越密。比较不弯的呢，就不用那么密啊，给讲对不对？好，那这边呢，它是不是蛮弯的？我们就要来剪密一点。好，这边也是一样。好，接下来我们这一片呢，也要翻到正面，但是我先不要翻，是为什么呢？我要教你们怎么烫这个蝴蝶结的布料你要怎么让这个蝴蝶结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可以烫的这么平整然后又不会伤到这个表布的这个细细的这个纹路。好，告诉你们假如你这一面是正面，注意听，详细听，看家详细听，仔细听。这一面是正面的话，等一下我们先用熨斗先把这个缝份往内烫，沿着这个线沿着刚刚的缝线进来 0.01 公分也没关系，沿着这个线这样子把它烫起来。好，把它烫起来。这边也是一样，往内烫，沿着这个线往内烫，烫起来。等一下你翻到正面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怎么样？像这个一样，你有没有看到？它翻到正面的时候，这里就会有一个好像有镶边的感觉，有没有看到？然后它就不会痛出来。翻到正面的时候，你就很好烫。如果你少了这一个步骤，你等它翻到正面的时候，你要一直去推到说它的边边像这样子，
因为它是弧度的，你要一直推到边边的时候，你会不太好推，会很容易这个缝缝就会吃进去，导致于你的这个弧度不会漂亮。所以呢，注意听，正面的地方缝缝往正面的地方倒，大约0.1，不要到0.1也没关系，缝线刚刚好也都 OK。然后呢，烫过去，然后再翻到正面来，它就会变得很漂亮。好。那等一下，我可以烫完之后再给你们看一下。好，然后呢，我还要再车什么东西呢？车一车，等一下一起去烫。接下来是里带的部分。那里带呢，我上面是做折双，好，然后我们就反口就留下方。其实这咖带子蛮简单的嘞。就像我之前说过，难的就是难在你的设计发想跟你的版型，好，要不然其实做法也不是说没有难的啦，但是基本上也不会太难了，因为真的很难，我也懒得做，我觉得懒得做那么多色，金冰多好，有弧度的地方剪牙口，然后我们就翻到正面，翻到正面的时候，这个角角呢，先把它折一下，好，然后再翻过来，它就会比较漂亮一点。等一下，我们用锥子再稍微挑一下，它就会很美。喂，照起，好，把它翻到正面。那有剪牙口之后，这个弧度就会比较漂亮。那刚刚我们有稍微折一下，所以这个边边呢，它就会很好挑起来的那个直角呢，就会比较美一点。好，像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放到我们的里布上。那这个里布的上方，我有贴一层厚布衬哈，就是说增加它这个带口的这个挺度，感觉较水啦，无为什么，就是水就好。然后把它放到适当位置，就是中央线的位置。那如果你要放侧边一点，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空气在人脚，你有没有听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空气在人脚，就是你爱干嘛就干嘛。这种东西比较没有固定的，或是你想要贴更大一点的口袋，还是你要贴更小一点，还是你要长方形的口袋，当然全部都可以，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然后就把这个口袋给车上去。好，这样车完之后，我们就把下面的这个角胶也顺便这个折子啊，也顺便车起来。为什么呢？因为等一下我会去用熨斗啊。我刚刚不是说鸡皮要一边做边烫，所以等一下我会用熨斗的话，这个很爽啊。之前很少会做到一半去烫，是因为懒得说边做边烫。那你要看什么布料哈？因为之前棉布那个没关系啊，鸡皮最好就是边做边烫。那既然都要烫了，我就会连这个一起烫一烫，不需要那么白目。好，这样子呢之后，好，这个时候我就要去整烫一下我的这个布料了。OK， 好哟，我烫完回来了。好，你看刚刚呢，我们刚刚说那个蝴蝶结系带就要像这样烫的扁扁的。好，那这个蝴蝶结也是一样。好，那个里布呢，这个折子呢，我们就往中央线。好，这个缝缝呢就往中央线倒。那这个里带呢也把它压得扁扁的。好，最重点的就是刚刚我教你们怎么烫那个0.1，要像这样子。好，正面在这里，我们往内这样子烫过来。好，就是沿着这个边线。好，把它烫过来，这样子呢，我们要翻到正面的时候，翻给你们看哦。来，翻到正面，那这个要翻到正面，它很长啊，所以我们也是要用刚刚那一招，好，就是把它稍微推进去一点点之后，然后就可以翻到正面来。像这样子，慢慢推过来。好，翻到正面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什么事。我等一下还是要去烫一下啦，因为这是为了要给你们看说
这个侧边我们刚刚烫那样子，侧之后会变这样。有没有看到它的这个边边呢，很自动的就会有一个这个很像那种细细滚边的感觉。这样呢，你的里部就比较不会痛出去，而且这个边缘呢，它就可以都是会在最边边，而不会远远的包在里面，这样懂吗？然后等到我们这样子弄完之后呢，再把它烫平就可以了。所以呢，我就是要给你们看说，这个东西就是要这样子烫。然后呢，等一下我们就把它翻到正面的时候，现在翻到正面了，等一下再一样垫一块布，然后再把它烫平就可以备用。好，那我们就把刚刚车过的东西，蝴蝶结后面的这个蝴蝶结的结，蝴蝶结，然后还有中间的这个带子，还有这个折子，还有提带，还有这个大的立体蝴蝶结，我们都把它烫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车。好，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说烫完之后，你看它就变这样子，就很完美，你就不用怕说，因为你没有推到那个缝粉没有推到边边去呢，然后就产生这种形状不够漂亮，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车它了。好，那首先我们要这一块呢，要怎么车？来吧，雷梦娜，那好像是睡吧。好，首先呢，我们在剪这个版型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布料你可以连在一起，然后我们只要布衬的剪牙口就好，布衬剪折子，然后现在我们再来把这个折子呢剪出来。好，那它的缝份当然就会变很小，缝份大概只有0.5左右。好，那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剪开来，不只要剪开来哦，我们还要从这个尖端这里再往前剪一些。好，你不用剪到底，可是你再往前剪一些，让这个开口大一点。好，再往前剪一些，这个很重要哦。就是说我们剪了一个尖尖的 V， 然后再往前剪一些，让这个开口大一点。那这里的缝份是0.5，可是我们的版型是一般，我们这版型旁边是0.7到1公分，也就代表说我这一块它的版型，哎呀，这里没有烫好嘞，等一下再补一下。所以我为什么说一定要先烫？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像这个立体蝴蝶结，你没有可能说，我整咖做完再来烫，你这个都一定要先烫的。好，那我刚刚说这个缝份是0.7到1公分的缝份，那这里的版型，因为这个是一个角度的关系，这里的缝份是比较小，所以呢，我现在要来把这一片放到这里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说这个缝份呢会通出来叠也瓦靠，所以这是正常的。它的缝份这里的缝份布料会比它还要多，因为它们两个的缝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你这个缝份你也没有办法变更多啊，所以也就这样。好，然后呢，我们就先来把这一片就这样子把它车过去哦，不要怀疑就这样车。那你车到哪里呢？车到这里就好。接下来另外这一片也是一样，把它放好之后呢，旁边固定一下，把它车缝起来。它会多一些，但是也不会多的过多所以你们那个自己要看一下这里把它车起来。接下来呢，这两个折子我们要来车这两个折子。刚刚为什么要往上剪一些呢？就是因为我这样子，这里的缝份我才有地方跑出来，对不对？所以呢，我再来把这个折子车起来。安尼感觉真简单，而且你就可以车得很漂亮。也不会对得很辛苦，所以刚刚说，如果你那边是你那边是用那个什么缝指点再去剪牙口，你就这个点要收得很漂亮，不然你就会看到这个虚线。那你像这样，它就可以接得很漂亮，你都不用怕说你牙口的那个线头被看到，就比较不用怕。好，这个另外这边我们也是把它车起来。好，这边也把这个折子，两个折子都把这个蝴蝶结呢收纳的这个
尾端呢收纳的好好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车这个上面的部分。那上面的部分呢，我要再请你跟我一样哦，对折之后呢，中央线这里把它抓出来。你可以用珠针，你也可以像我一样用手做一个记号线就好，抓住。我们只要车只要车大约1公分的这个长度就好，垂直车下来哦。只要车大概1公分就好了，1.5痛苦多一点点也没关系啊。我这样大概是1.5左右哈，就是有车一段就好。然后呢，在这边我们再把中央线给做出来，把中央线做出来之后呢，我们就要来折这个蝴蝶结了。首先呢，中央线在这里，我们先把这块布先对折，好，对折好，然后呢，再给它这样子，再折成这样，是蝴蝶结的样子。然后呢，我们刚刚烫好的那个中间的那个带子，比较长的、比较粗、比较长的这一条，为什么听起来很猥亵？为什么？好的，这一条我们就这样把它扣起来之后，把这个上面这个缝指点往下推，好，刚刚我们缝1公分的那个往下推，然后放在它的怎么样中央线上，把它固定住。我现在距离那个有点远了，中央线好，然后把它扯起来固定住。好，你就可以看到蝴蝶结的感觉有点出来了，对不对？但是还没有定型，好，这样子。然后呢，我们顺便，好，这类时阵顺便把这个提带呢也车上去。让我来量一下，哦耶！来，我们把提带给车上来。我是不是断线了？靠呀，线跑出来了，发生什么事？我要凭感觉穿线。哎呦，这感觉不对，每次穿线都要穿老半天呢。真的是每次穿线就想到以前我妈叫我帮她穿线，我在那边不要，真的是做不友好哎。因为我妈过世很久了，现在想一想真的是太不孝了。她叫我帮她穿线，我在这边推三阻四的。现在自己老花了，真的是报应。好，这样子提带呢，我们就先把它车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车另外那一面。好，另外那一面呢，它有一个前面的口袋，对不对？好，然后我们这个前面的口袋呢，我们先把什么东西车上来呢？我们先把这个比较小一点的这个蝴蝶结系带，哈，先把它固定在这个中央线。啊，你要先车固定也可以，你要像我一样用这个强力夹先夹住也可以，好。因为我要车上面这里，车这个带口的位置，带口的位置先车起来。啊，你带口要车的时候，记得先把那个蝴蝶结这一段系带对折车上来哦。车上来之后，再把它翻到正面做压线。压线的时候，不要去压到这个蝴蝶结的这个带子。那如果你想要有压线的感觉，当然也是可以啦，但是我自己是觉得那样就比较呆板。有些看你会不会想要把它一起压住，但是我觉得那样可能会比较丑，自己觉得啦。然后呢，就把上面车起来，带口车起来。带口车完之后呢，我们就来把它跟带身的这个中央结合放在一起。好，把它们两个放在一起，然后呢，把它车起来，左右两边车起来哦。那我在车这个的时候呢，我一样，我们就是把它对好，然后呢，上面的带子呢，要让它有一点点
空空的，有一点糊糊的这个空间哈，这里要有一点空间。等一下我们带子完成的时候就不会背住。好，车完之后呢，我们要来把刚刚的这个蝴蝶结部分，我们先来再对折，再把它折成那个一个 M 字形，好，这个应该叫 M 字形。好，折完之后呢，抓到前端去，然后穿过刚刚对折这个蝴蝶结的这个带子，有没有？穿过来之后啊，你不要急哈，因为我们这个蝴蝶结呢，这个带子你这样它会在上面，好，所以你要把它移到下面来的时候要怎么移呢？首先你先看哦，我现在穿过来是不是像这样子？它这个中央在这个边边折双的地方，我们把它这样翻一下就可以下来了。好，把它翻一下，往上翻一下，然后它就会下来。下来之后呢，好，这个结就会下来。下来之后，我们再来边边，好，到标示就是到你想，蝴蝶结想要张开的位置，我版型上都会帮你们画啦，就是像这样子张开的位置，我们就把左右固定起来。那左右你要对称哦。左右要对称啊，万一不对称呢？就假装是故意的好了。喂，好，像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左右把它对称的车好。所以为什么这个蝴蝶结带子是梯形的？好，这个蝴蝶结为什么梯形？因为它就是上窄下宽。这样子呢，你的这个蝴蝶结呢，就可以很漂亮的变成一个口袋，对不对？就一个蝴蝶结的口袋，有没有？是不是超赞？我跟你讲哦，我真的觉得我蛮聪明的，用这种方法。当然啦，就是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做过啊，至少我自己之前没有做过这个方式。我之前都是那个另外那个中间那个结哈是另外做的。然后再想办法去固定上面。后来我就昨天晚上就在想说，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啊？果然做出来就超好看的。好，然后再把侧边呢缝上去。就是有时候你会用一些方法让你的作品既漂亮，然后又不会一直变形，你知道吗？就蛮开心的。尤其是自己想出来，不是看别人做的时候，就是自己凭空。或许别人也是这样做啊，但是我自己因为没有看过别人这样做，是我比较孤陋寡闻吧，所以我自己想说，我可以这样做的时候，我就还蛮开心的。或许大家都这样做吧。自己感觉自我感觉良好，是说我们做人要常常鼓励自己的，不要舍不得鼓励自己。好像这样子之后呢，等一下我也会去把它熨烫，把这个缝缝呢打开，好，把它这样子拉一下之后，然后去烫这个缝缝，让这个带子的这个弧度呢会变得更漂亮一点。好，然后呢还要烫一个地方，就是把这个缝缝往内烫，好，这个折子往内烫。那在这之前，我还可以做什么事呢？我还可以先把这个那个边边先车起来，这个的边边先车起来。那在车这个边边的时候呢，这个侧边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剪牙口，好，因为它的弧度呢，你看这一段都是弧度，所以我们要剪牙口，所以这一段剪一下牙口，等一下你车起来会比较好车。那侧边我都是会多留长一点点哈，我的习惯是这样。那你不想要这样也可以啊，你就是去把它量刚好。那我都会多留一点，好，然后就开始车，反正车完多余的剪掉就好了。好，我们就开始车它咯。那到弧度的时候，有剪牙口，你就很好转弯，对不对？好，我们转弯到这里的时候，等一下下就多嘛得，好，停起来。我们看到中央线的时候，把这个侧边往上折，两边对齐好之后，另外这一头剪牙口，
好，我说两边是这两边对齐，减压口，那你这边的中央线就不会跑掉了，然后就可以继续的车这个弧度。会咻。好，那你看我就是会多留一点点，因为有时候弧度哈再拉就是会不太一定啊。我之前应该在别的影片有讲过，有一个人在那边对不起来，好像有点不太高兴哦。不要不高兴，你下次可以侧边多留一点啊。侧边多留一点，你要拉要干嘛？要抽腿，比较有一个伸缩的弹性的。好，然后另外呢，我们就来跟另外这一边车，哦，因为你既不能用力拉啊，也不能用力推啊，就是要保持那个刚刚好的这个松弛感哦，就是车久了，你有经验，你就自然知道说要车要拉还是要推。好的那个感觉。好，那我们车到另外这边的时候，要记得留反口哈，因为我们等一下要从反口这边呢翻到正面来，所以就像这样留反口。其实有时候我在车也不一定会刚刚好骑，你看像这样就差了0.5，对不对？就这样啊。等一下带口把它车平就好了，也不会怎样，哈哈。好啦，那我等一下呢要去把这个折子呢先烫好，然后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车。不过啊，在这之前我还是可以先把这个，算了，我等一下再来。我本来想要先车提带啦，后来想到我车完提带这里可能比较不好烫，所以等一下再来车这个提带咯。好，我烫完回来了，你看这个平。这个弧度呢，等一下它做完的时候，它就会撑开来，就会更漂亮。然后呢，我就可以把这个提带先车上去。那我要跟你们讲的是，里部的地方，其实刚我们车完这个边边，也可以先把这个侧边呢，先把它烫好，好，就是缝份呢导向左右，按链扣侧边这里有没有导向左边跟右边？然后带口呢贴衬，好，然后顺便把这个反口这个。线呢也把它烫一烫，反正熨斗修你就顺便的，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把这个提带给车上来，把它固定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车表布的这个的侧边咯。好，那表布的侧边我们也是一样要怎样？一样要剪牙口，跟刚刚一模一样哈。我们要剪这一段的牙口哈。所以呢，你不要剪过深呢，你不要缝份0.7啊，你剪1公分长的这个牙口哈，那你的布就带底就破掉了，扣带破就康啊。我们就是大约给它剪一下。万一车到那边你觉得玩不过来，你还可以补剪哦，就是多给它2刀哦。来，我们就来车侧边的。这卡带子难度不高哦，重点是你把步骤掌握好哈。每一个步骤你把它掌握好，你就可以做出美美的这个立体蝴蝶结大带子。好，弧度一样，这样慢慢的转过来。那我刚刚说的弧度不够，我们就给它补个几刀。好，我们只要牙口剪不够，就给它补一下，让它可以顺利的转过来。好，转过来一样，跟刚刚里部一样，到中央线的时候，把它往上折，左右对齐好之后，另外一边剪牙口，就是另外一边的中央线。好，然后就可以继续车到这里，这里牙口。好，弧度要慢慢车哦。好，把它车漂亮一点哈，尽量。其实我也不会说哦，你一定要车的多完美。比如说你是新手，或者是说你根本这卡带子你也没有接触过，哦，有时候一次要车到很完美可能会比较难。
哦，不是不可能，是会比较哦，就大家就慢慢车就好了，你又不是赶时间或是这个物了，哦，就不需要说一次就要把它很快速的车好，我们到弧度的地方就是慢慢的车。像我也算是比较急性子的，但是像这种东西人讲金属看班了吧，就是有些东西不要太急躁，我们就慢慢车。好，需要特别注意的，我们就要慢慢车。好，车过来之后，再从这边稍微对一下，两边把它对漂亮一点。有时候你对一下，你就从这边对过来，你就知道说你的这个松度啊有没有拉得过松或过紧，好。所以我才说这一定要是靠经验的累积啊，我也没有办法去你家帮你车哦，对不对？不然说讲你教你用听无去恁家给你车，无可能嘛，对不？哦，该不会你们也很想去？我车不起来，拢总摕来我车。好，我们这样子就车完这个那个表布的这个带子了哈，然后呢，把它翻到正面来，然后跟履带做结合。好，那这时候呢，履带身呢就有这个履带的问题哈，你就看你的履带要放在哪一面哈，然后呢就把它套进去，然后中央线对齐，中央线对齐。那这边的中央线要注意咯，这边的中央线是不是刚刚我们弄了一个蝴蝶结的这个带子往下推哈，你不要车到它哈。然后呢，我们一样中央线对齐，不要车到那个蝴蝶结的那个布哦。然后就从侧边开始车。好，我们这个里部的这个缝份呢是往左右两边哈，那我这个侧边呢我就会往内，让它的这个缝份呢不要交叠的太多，它的侧面会比较好看一点。那我们就来车一圈咯，干巴的，加油哦！以前带我女儿去夜市玩然后那个就有那种玩丢乒乓球的，然后她都会说加油哦。有些时候常常带她去玩到我那个晚上回家好像耳朵边头还有听到那个机器的声音说加油哦，真是的。我那已经好久以前是我女儿幼稚园还是幼稚园的时候，我都会带去夜市玩，因为台南就是夜市蛮有趣的。台南的夜市有的吃有的玩，真的是蛮棒的。好，我们车到这里比较厚要稍微看一下，不要去车到那个蝴蝶结的布料如果没有摸一下没有的话就可以继续往前进，往前前进。我想要底下讲不出来，这是为何呢？台南的夜市真的蛮出名的，我看到有那个游览车专门包那种一整台，然后就直接在夜市给你放下车叫你自己想办法回家，你爱逛多久逛多久，就还蛮有趣的。我自己也很爱逛夜市，因为很多好吃的东西。好，我们车到那个提把的地方要把它拉正再车，不要让那个提把翻到正面的时候歪歪的。好了，好，车完那个带口之后呢，我们就从这个反口的地方把它翻到正面来。我卡住上其实我就卡住上，无时间了。
就一直被裙摆瘙痒，烧到那个脚的部分哦，突然就脚很痒。好，翻到正面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带子整理好。好，我们要去做这个带口的压线。这时候呢，我就又会把它翻这样子来做这个带口的压线，压起来会比较漂亮。好，这个蝴蝶结先不用管它哈，这个最后我们要再做整理，不要担心说现在怎么它烂在那边的感觉，不要理它，先让它烂了，先让它放在那边。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带口呢，先把它尽量推到边边来，然后再来做压线。好，带口压线。那这卡带口我只压0.1啊，我会从哪里起针呢？差点忘记，我会从这个蝴蝶结的这个下方开始起针。好，刚刚这个蝴蝶结这个中间这个是一个蝴蝶结，对不对？我会从它的下方起针，因为这样你就看不到这个起针的地方。好，所以呢，来把这里打开。那你要从哪里起针都可以啦。啊，我是从这里起针，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不会看到那个回针的线。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我就从它的下方起针，然后呢，把这个边边推到。把这个带口推到最边边，压个0.1。那其实这个我是用鸡皮布料做的，你们也可以用花布配素面哈，都可以。啊，就选你喜欢的那种配色的感觉，也不一定说都要照我的配色去做，就大家可以自己发挥，说你自己喜欢的感觉，然后去做去搭配，这样才不会每个人做出来都一模一样啊！啊，大家弄这赶快嘛是盖不了。然后慢慢的，好，我们就快要车一圈了。好，快要车一圈喽。好，车一圈了。接下来车一圈，那个蝴蝶结还是一样，不要理它。我们先把反口呢给它车起来，是不是觉得很妙？因为那个蝴蝶结最后我们再来整理，等到我们全部都做完的时候，该缝的地方都缝完了之后，我们再来做整理。因为现在做整理，它压来压去，它也是扁掉啊，好，所以不用急着这边弄那个蝴蝶结。好，这个时候就要弄了，我们这个反口也车起来了，再把带子翻到正面来，把这个底呢，好，往外推，推到最边边，两只手进去往左右撑，好，两只手进去往左右撑。这块真的这个颜色很可爱欸，就是很像那个可可加奶茶的感觉，好，对不对？金钩锥。好，我们这一卡带子呢，现在做到这里就只剩下蝴蝶结的整形。那我们就要来教大家怎么整形咯。首先呢，先把左右一撑，它就有形状了。好，其实你左右一撑，它就有形状。然后呢，我们要来对一下左右边的这个距离，好，把它对好，好，让它这里左右的距离一样。接下来呢，你的蝴蝶结如果放这样子的话，它这个你来再看一次。你的蝴蝶结如果这两个往下的话，这里就会合起来；往上它就会打开。这样听懂吗？好，所以看你要哪一个角度，你就自己瞧。那我个人就是喜欢往上的感觉，好，往上，然后让它这里下面张开，感觉比较有律动感，对不对？所以呢，我把它往上之后，我会用强力夹，你也可以用珠针，好，先把它夹住。那这边呢？也是一样，好，对称一下，
然后用强力夹把它夹住。那我刚刚说过了，如果你的蝴蝶结要很硬挺的也可以，你就去贴薄布衬，薄布衬就好哦哈。那如果你喜欢像我这样子，也是这样走比较自然的路线哈，因为它其实也不会说很塌哈，我这样动动动，它也就这样动。好，它也不会说整个垮下来，对不对？啊，当然不是因为要加强力夹，我是要跟你说这个蝴蝶结的这个布料的关系。好，那你这样觉得 OK 之后，我们就要来固定这个蝴蝶结。要怎么固定呢？我们要固定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首先你可以手缝，好，你要手缝也可以，你可以给它缝得死死的，整个这样硬邦邦的。但是你知道我不是走那个路线，所以我要固定的是在这个位置。内侧的这个位置，所以呢，我现在先把它这样张开，然后摸一下，这不是会有一个带子的这个边缘吗？我们在这个地方压线，好，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打开之后，好，你可以画线，你也可以用珠针，哈，随便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你自己可以摸得到的地方，然后就在这个边缘这里，好，然后就回针，把它固定一下。这样子，那我现在固定了，对不对？你看哦，我把强力夹拿起来之后，它就会变这样，它也不会掉下来，它就这样。另外一边也是一样，我摸好我要的这个高度之后，然后把它翻过来，好，翻过来，然后呢，摸好这个带子的这个带口的这个边缘，然后我就把它固定在这里。好啊，如果你怕你的手动到，如果你怕你的手动到，你可以用珠针去辅助，好，用珠针把它固定一下。你可以用珠针辅助，这样你就不会像我刚刚这样一直要掐着的感觉。不是啊，它没底线，你实在可惜哦。我掐了那么久，就它下面，它竟然是应该是下面没底线的，崩了，太好笑了。你看人生就是这样，还是它只是断线了？或许它只是断线了。真笑，好，等一下，我穿个线哈。哎呦喂，穿不过，前面开掉了，看来影片要剪接了。好，刚刚因为断线了，所以我们再一次。好，你可以强力夹住之后呢，除了刚刚说，我们可以先摸完之后把强力夹打开，然后去车，也可以用珠针别着。好，然后我们去车这个位置。那当然也可以说强力夹就固定住，然后我们直接把针这样穿进来，然后去摸这个带口的位置在哪里。好，然后呢就把它固定起来。好，这样子也可以。好，然后再把强力夹拿起来，多余的线剪掉。好，那我们会固定在带口的位置呢，就是觉得后面的缝缝不要，后面的线不要太多，好，尽量让它维持在同一个线上会比较漂亮。好，接下来我们的带子呢就整形咯。来，我们把这个带子的这个蝴蝶结整形整好。这时候你有2个选择，一就是都不要管它，每次我都来整一下形。好，把中央线对好就可以。第二就是说，我们用那个针呢，稍微把这个点呢给它缝住。好，我们把它缝住的话呢，它就不会到处乱跑。那当然就是只要一个小点把它缝一下就好，不需要整个把它缝得很呆板。所以呢，像这样子，我们的带子呢就做好了。我们完成了，有没有很开心啊？然后呢，我们之后在熨烫的时候呢，一样要垫一块布，然后把这个边缘呢折起来。然后垫一块布，然后再去熨烫它。1、2、3、4、5、6，好，6条线，好，
啊，弧度的话呢，你可以用手撑开，垫一块布，熨斗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好，这样子呢，我们的袋子就完成了呢，是不是蛮漂亮的？哦，这一块真的很像那个高级的这种那个什么高级餐点那个饮料，那个咖啡还是摩卡还是可可那一类的拿铁。好，那我们的蝴蝶结呢，你就是可以把它往下一点。好，那如果你要让它更下面的话，你可以下面缝起来，或是说上面做压线都可以。那我自己个人的话就还好啦，我就觉得说让它这样子有点随时有不同的风貌是挺好的。好，你要不要缝都可以，其实它也不会到处乱跑，这样它也就这样子。好，那刚刚说了，想要更挺的，你就去贴那个薄布衬。然后基本上呢，它的袋子就是空间还蛮大的。我刚刚说过了，可以怎么样放这个长夹，对不对？长夹横的放得进去，你的钱包啦、卫生纸啊，什么都 OK， 包括你的那个水壶啊，都还勉强可以进去耶。哈，然后呢，电话呢可以放在这里啊，当然也可以放在里面，反正它就是一个口袋就对了。是不是挺好的？然后因为呢，侧边有贴厚布衬，里部也有贴厚布衬，所以呢，它的这个挺度很漂亮。那为什么它可以装这么多东西呢？当然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有点蓬度的袋子哦，就是它的袋身呢有做折纸，所以它的这个容量就会比你想象中还要大一些，而且装进去呢，袋型就不会变形，对不对？是不是很美？所以呢，像这样子很漂亮，然后又蛮实用，而且特殊性很高，就是那种拿出去就觉得很漂亮啊。如果你要自己加拉链啊、加磁扣啦，还是要把它左右两边放低型环变成那个可以背包，当然都可以了。所以呢，就是像这样子我自己个人呢觉得很特别的一个版型，然后又很漂亮。这个比较重，放到旁边去，它里面装东西。好，你看像这样灰蓝色，气质100分呢，对不对？然后那个黑色就比较高尚一点的啊。我准备出去的看隆重的场合，你可以选黑色系的，好，然后绿色系就是走那种气质路线啊，就是质感相当好。那紫色呢不用讲了，紫色一直很多人都蛮喜欢的，啊，这种紫色系的包也很漂亮。所以呢，像这样子就是比较特殊版型的这个袋子呢，就大家可以试试看，自己去做一个，只要按照这个步骤，好，然后慢慢去做，一定可以做出很漂亮，然后又很特殊的这个漂亮的这个提袋。好，喜欢的人赶快怎样做一咖啦，拜拜！我口齿不清了，赶快做一咖吧，拜拜，再见。